嗨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简单生活频道。如果你曾经觉得家里总是杂乱无章，不管怎么收拾都好像整理不完，如果你也曾经因为舍不得丢，怕哪天用到而堆满了各种物品，那么今天这支影片会特别适合你，因为我也是从那样的人慢慢一步步走到现在，过上了简单、轻盈、有选择权的生活，而这一切都是从3件事开始改变的。今天我就想跟你分享这3个关键，希望能给你一点勇气和方向。第一件事，面对现实，承认自己拥有太多。其实从小到大，我从来没想过自己是个囤物者，家里东西多，我总觉得很正常。生活嘛，当然需要很多东西，尤其在消费社会的推波助澜下，各种折扣、限时特卖、买1送1，让我觉得买东西是一种聪明，囤东西是种理性。直到有一天，现实狠狠给了我一巴掌。那天我急着找一份非常重要的证件，我翻箱倒柜，搬开一箱又一箱的杂物，从柜子顶到床底下，花了将近3个小时。结果当我找到证件时，它已经皱得不成样子，而我满身大汗，气喘吁吁，心里满是懊恼。那一刻我突然看清楚了，不是时间不够，不是空间太小，是我拥有了太多根本不需要的东西。每一样我曾以为总有一天会用到的东西，几乎都在占用我的空间，拖累我的生活。每一个舍不得丢的小物件，其实都在偷偷增加我的压力和焦虑。真正痛下决心的，是在那之后某个夜晚，我坐在杂乱无章的客厅里，四周堆住大包小包的杂物，突然感觉自己好像被自己囚禁了。那晚我问自己一个问题，如果家里着火了，我最想救的到底是哪些东西？答案很快浮现出来，屈指可数，而其他那些堆得满满的东西，几乎都不是我真正在乎的。从那一刻开始，我明白了，必须诚实面对自己拥有太多，这是改变的第一步。第二件事，设下一个绝不后退的起点。光是意识到问题还不够，因为放下这件事，说起来容易，做起来却充满了挣扎。我曾经无数次在舍不得之间来回拉扯，这件衣服穿不到，但很贵啊，丢了好可惜。这个杯子是朋友送的，好像丢了就不珍惜那段友情了。这个锅子虽然已经有3个一样的了，但总觉得以后办派对也许用得上。每一次想清理，脑袋里的小声音就来阻拦，所以我给自己设计了一个很重要的起点仪式，一个正式、认真的向自己宣告，从今天起，我要改变。那天我特地选了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，泡了一杯自己最喜欢的拿铁咖啡，放上温柔的轻音乐，让整个空间弥漫着一种安定的氛围。然后我挑了一样最没有负担的东西，一支干掉的原子笔。这支笔放在抽屉里至少5年了，一直想着某天也许还能修，结果一次都没用过。我握着这支笔，轻轻告诉自己，谢谢你陪我这么久，但现在我们该说再见了。然后我把它放进了垃圾桶，很小的动作，但那一刻我心里有种奇妙的释放感。这支不起眼的小笔成了我与过去告别的第一步。从那天起，每当面对要不要丢弃的挣扎时，我就会想起那杯咖啡，那首音乐，还有那个勇敢的自己，提醒自己，这一次不能回头。
第3件事，从清空空间到清理心灵。当我真正开始丢东西后，很快就体验到了家中空间变得更宽敞、更舒适的快乐。但我也发现一件很重要的事，如果心里不改变，清完一次，过不了多久又会囤回来。因为真正让我们堆积东西的，不是物品本身，而是内心的空虚与焦虑。当我感到孤单时，我会想买东西来填补；当我不安时，我会觉得需要更多东西来增加安全感；当我无聊时，逛街、网购似乎成了最快乐的消遣。我开始反思，我真正需要的是这些物品吗？还是需要被看见、被理解、被安慰？于是我学会了用新的方式照顾自己，用阅读取代无意识的购物，让心灵充实起来；用运动释放压力，而不是用买东西来麻痹自己；用陪伴家人朋友的时间取代用物质换来的短暂快乐。慢慢的，我发现内心越富足，需要的物品就越少，而且当我拥有的东西变少了，每一样留下来的物品都成了我真正珍惜与感恩的存在。每天醒来，看到简洁而有秩序的房间，心里的那份满足是过去买再多新东西也换不来的。从囤物到极简，生活的这些变化让我爱上了简单。回头看，我很庆幸自己做了这个决定，因为从囤物到极简，我收获的不只是空间的释放，更是生活的深层转变。空间变大了，但心灵也变宽了。家里不再是一个杂乱压迫的空间，而是真正能休息、疗愈的地方。回到家，就像给自己一个大大的拥抱，安定而温暖。消费变得有意识，每一笔钱都花得值得。我不再因为便宜就买，也不再因为空虚而乱花钱。每一次消费前，我都会问自己，这真的有让我的生活更好吗？结果是，存款增加了，焦虑减少了，自信心却大大提升了。有更多时间做真正重要的事，不用花时间整理杂物，不用为找不到东西而崩溃。这些省下来的时间，我可以用来学习、旅行、陪伴家人，也可以静静地享受一杯咖啡的香气。时间变成了我的朋友，而不是我的敌人。当我回头看这一路走来的变化，我发现极简生活带给我的，不只是空间上的改变，也不只是生活流程的简化，而是真正的自由感。以前的我常常被物品牵绊，一件衣服穿不穿都要烦恼，一个破旧的杯子丢不丢都要挣扎。生活里充满了无数微小却耗费心力的选择，让我的注意力和能量被一点一滴的消耗殆尽。但当我真正开始走向极简，我才明白，所谓的减法生活，从来不是要让我们牺牲什么，而是让我们从混乱中抽身，重新选择，把心力集中在真正重要的人事物上。极简不是刻意剥夺，而是主动选择。选择不再为了虚荣而买一堆不必要的东西，选择不再为了安全感而无止境囤积，选择把有限的资源放在真正让自己快乐、成长、有意义的地方。这样的选择让我从焦虑里解放出来，让我的时间变得宽裕，让我的心情变得平静，也让我的生活质感一点一滴地往上提升。有时候极简带来的幸福感，来自于一杯静静享受的咖啡，来自于一个不用翻箱倒柜就能找到东西的清爽早晨，来自于下班回到家时，看见整洁空间的那一刻深呼吸。这些看似细微的变化，累积起来，
就是生活的温柔革命。如果你也在路上，给同样在努力减法生活的你，我知道这条路一点也不简单。有时候我们在整理过程中会感到懊悔，为什么当初要买这么多？有时候会在丢东西时感到心痛，这样是不是辜负了过去的自己？有时候甚至会因为整理的进度太慢而对自己感到失望。但请记住，极简不是一场速度赛跑，而是一段温柔的修复旅程。它需要时间，需要练习，需要一次次跟自己内心的恐惧和眷恋对话。每一次小小的放手都是一个新的成长，每一次认真面对自己的选择都是一种力量。你不需要一次就完成所有改变，也不需要拿自己和任何人比较，你只需要记得，每丢掉一样不需要的东西，每放下一次内心的执着，你就离真正想要的生活更靠近了一点。哪怕今天只整理了一个抽屉，只丢掉了一本早已不再感兴趣的书，那也是值得庆祝的小胜利。极简是一场回到自己本心的旅程。最后，我想用一句话来结束今天的分享：简单从来不是失去，而是让我们重新找回真正想要的人生。我们丢掉的不是价值，不是回忆，更不是幸福，我们丢掉的只是那些不再适合现在的自己的负担。而当我们卸下这些负担，才能真正轻装上路，才能用更轻盈的心去拥抱更丰盛、更自由的人生。谢谢你今天陪我一起走过这段分享。如果你也正在努力走向更简单、更清爽的生活，那么请相信自己，你已经在路上，而且你做得很好。我们一起加油。我是简单生活，我们下次见。